这部憋尿看完的绝版恐怖片，成了无数人的童年阴影。大傻这个可爱形象更是摆脱不了的噩梦。故事就从这群倒霉的孩子开始。地质老师小月带着9个学生上岛考察，可他们刚一下船，就见一男人在坟旁抽搐，好不容易将他抢救过来，身后出现一个诡异的老妇，着实吓坏了众人。紧接着遇见一个男人正给一具白骨上油，他叫老范，是岛上的原住民。他们询问能否借住几天，老范表示房子都是空的，随便住。可这时一双眼睛就已经盯上了他们。等众人离开后，老范杀了只鸡，前去找自己的儿子大聪明。大聪明从小患有精神病，甚至还要老范趴在地上给他当马骑。老范很无奈，表示如果没有那场灾难的话，大聪明应该和那些学生一样自由的学习生活。另一边，小月带着学生们下海游玩，小三在海里捡到了一把斧头，明明是第一次登岛，小月看着这把斧头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时一个男人走过来索要斧头，表示这是他的东西，但是学生却找理由推脱不愿意给。男人离开后，老师将斧头要了过来，准备送过去，路过一口诡异的枯井，可这时一股记忆突然涌上他的脑海，记忆中的人拿着这把斧头，每走3步必血溅一户。小月瞬间被吓醒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忆，只能跌跌撞撞地向前走。再次遇见老张，原来他曾经是名警察，在一次抓捕行动中，罪犯竟然是自己的亲戚。凭着职业本能，他将那位亲戚射杀了，但也因此遭到周围人的排挤，不得已流落到荒岛上。小月将斧头还给了他，寒暄几句就离开了。傍晚，小月无法入睡，走到院子里，突然被牛鬼蛇神包围，他四处逃窜，但无法逃离这些魔物的魔掌。此时一个蛋糕突然端了出来，原来这是学生为了给他过生日故意搞的惊喜。生日后，学生小吉想要去夜游，可没有人愿意陪他，于是他便决定自己下海。这时那双眼睛终于盯上了他，还没等多久，海岸突然传来他的求救声。小月带着学生赶忙过去，发现小吉已经躺在了地上，身旁的老张在给他做人工呼吸。可学生们以为是老张试图谋杀小吉，将他赶走了。男生们甚至越想越气，抄起了棍子去老张家，想给他一点教训。多亏小月及时出现，阻止了这场误会。男生们只能回到宿舍，可他们异常不老实，拿起了荧光棒开始拼刺刀。这时小三听到门外有一响，可他刚拉开窗就被一斧头抽肚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家在窗外想叫醒小三，可躺在床上的他头却早已被替换掉。大家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，在岛上分开探索，危险也步步紧逼。就在刚才大家分开后，小丽找到老张为他腿上的枪伤敷药。他认为老张很有男人魅力，想和他修仙，但老张婉转地拒绝了。被请出去的小丽气不打一处来，边走边叫骂，但她的声音却引来了杀手。尽管小丽奋力逃跑，还是没能逃过杀手的魔爪。另一边，考古的小文和小斌发现一个盒子，里面装着一个女人的画像。小文觉得这个画中人长得极像小月老师。这时小文想上厕所，于是2人就进去了老范的家门口。无意中老范看见了这张画，突然哭了出来。2人以为老范和这个女人有关系，便上前询问，可老范却没有回答，反而反问他们昨晚是否睡得好，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。2人看着老范奇怪的样子，赶忙离开了。随后老范便把这幅画交给了大聪明。离开后的2人闹了点小矛盾，女生快步离开。正当小斌想要追上去，突然身后一记飞刀掠过，带走了小斌的头颅。小文闻声赶来，被吓得不轻，但杀手一记棒槌帮小文治好了惊吓。此时小月出门找到了老范，询问他关于这座岛上老祠堂的事情。老范非常震惊，质问他为什么会知道祠堂。小月表示自己曾经也是这个岛上的人，可自己又是父母双亡，被别人带去了香港，因此这次想回来找到自己的根。这时画面一转，大聪明拖着小斌的尸体放进了一个破败的房间，房间里摆满了失踪同学的尸体，似乎大聪明就是那个杀手。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老范撞见，感觉到事情不妙，凭直觉那些学生被自己儿子杀害。他告诉大聪明，不管任何人问他这些事，都只用摇头就好。这时最后一对活着的情侣正在废船上捉迷藏，男生刚走上管道，突然一个钩爪砸了过来，男生慌忙躺下，上面的机械臂此时也掉下来，男生瞬间身首异处。听到声音的女孩过来查看，发现自己男朋友已经离去了，想要逃走，可慌不择路的她竟然钻进了密闭房间，被杀手追上后解决掉了。
此时剩下的3个学生回到家，小月以为其他人还没有回来，便叫他们去房间看看。这时老张突然出现，原来他在路上发现了那些学生的随身物品，并且沾满了血迹，感觉事情不妙的他便将物品拿了过来。学生们瞬间慌作一团，老张表示如果他们不想死，就跟着他走。众人无奈只能跟了上去。半路上，众人看见了一户人家的大门上竟然挂着小三的头颅，瞬间受到惊吓。老张让他们一直向前走，先去他家避一避，自己则去调查一下。可学生阿壮闹起了脾气，他认为凶手就是老张，于是脱离队伍偷偷跟了上去。老张一路来到了大聪明的房里，而大聪明此时正在睡觉。他看着满地的尸体，急忙上前检查，这一切都被阿壮看在眼里。阿壮略施小计，进入房间偷走了斧头，铁证如山，他断定老张就是凶手。在证据面前，小月也无法反驳，只能带着他们离开了老张的家。等老张回到家，发现几人早已不见踪影。小月一行人阴差阳错找到了老范，告诉他学生们遇害的消息，并表示也已经确定凶手。老范瞬间来了精神，害怕自己儿子的事情败露，但当他听到凶手是老张时，也就松了一口气，表示可以给小月他们提供地方藏身。可一转身，他就来到大聪明家里，让大聪明去把岛上剩下的4个人全部抓回来，想要杀人灭口。而房间中的众人此时听到老张的声音，他向老范询问自己行踪，并透露岛上出现了命案。老范却矢口否认，这让众人瞬间起了疑心。老张刚走，老范就拿着铲子闯进来，准备处理掉他们。不料老张杀了回马枪，原来警察的嗅觉告诉他老范不简单，虚晃一枪后立刻回头，对着老范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众人则慌忙离开了这里。老范随后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：20年前村里有个女祭司，可以预知未来。他预知到自己会在28号去世，于是想用全村人的血让自己续命。当晚用斧头血洗了村子，只有他和大聪明逃过一劫。大聪明因为受到惊吓变成了白痴，而他自己为了破除女祭司的诅咒，将他的孙女偷了出来，送到香港的孤儿院才逃过一劫，所以他完全没有理由杀害这些学生。而另一边，小月众人在逃跑时，半路遇到了大聪明。大聪明看着小月，瞬间想起了当年的女祭司，扑上去想要掐死她。幸好众人拼死相救，才救下了小月。众人躲在一个房子里照顾受伤的阿壮，小月却突然被画中人附身，随后眼神骤变，变得和画中的女祭司一样。原来小月就是女祭司的孙女。她突然拿起了斧头，想要超度这些学生。此时大家才明白，原来这一切罪恶的源头就是被附身的小月。众人吓得束手无策，四处逃窜。刚准备跨出大门，老师已经在这等候多时，一斧头直接劈了下来，女孩瞬间倒地，无情的斧头四处乱砍。最后关头，阿壮拼死缠住老师，这才让小美得以逃出去。他第一时间跑去求救，告诉老张和老范小月杀人的真相。可是等他们赶到现场，所有人都已经被小月解决掉。众人好不容易用渔网抓住小月，却被他瞬间挣脱。即使老张掏出了左轮，也是于事无补。就在众人合力也无法对抗小月的时候，大聪明终于做了此生最聪明的一件事，他将女祭司的画丢进了火里，随着画被烧为灰烬，小月也终于摆脱掉附身。可一切都为时已晚，学生们包括老张都已经离去。感到负罪的小月最终拿起手枪结束了自己。